你会点进这个视频，说明你应该非常热爱影像。如果说哪台设备让我个人印象最深，应该是6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索尼 HS3，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记。那个时候索尼所有的微单都只有8比特420的色深，还有色度采样，甚至连 4K 都到不了60帧。但是 HS3 这个玩意居然能拍10比特422，有 4K 120帧，有着无比纯净的夜景。我记得当时我们拼尽了全力来给你做了一期评测，想和你分享那种兴奋感，也许你还记得。那事实上我们频道已经有沉寂了将近6年的时间，没有推出过任何关于索尼相机的长评了。直到今天就是这个日子，这一台叫做索尼 FX5 的设备，再一次让我们公司所有对影像感兴趣的人都张大了嘴。它的发售价格我们到目前都不知道，甚至它机身上 FX5 的标签索尼都不允许我们撕下来，我们没有权限。我们上手它的时间也只有10天左右，所以这期评测真的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时间太短了。但是就好久没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尽了全力为你打造这支视频。索尼没有付我们任何钱，无法左右我们的观点，真的只是喜欢。如果要说用哪首曲子作为我们开场曲的话，我们应该会选择用和索尼 HS3 一样的这首曲子。希望我们都能找回一点6年前的感觉。我们来吧，影视飓风久违的超长评测，索尼 FX5。6年前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官网素材库，但现在我们有了。我们也把这次拍摄的 FX5 的免费素材上传到了我们的官网，你可以自己下载去试一试。那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们讲的评测的话，我觉得直接自己试一试画面最说明问题。那其实之前网上就有流传 FX5 用的传感器就是索尼 A93 的那一块全域快门，但事实上这块传感器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一块1600万像素的全画幅堆栈式传感器。索尼沿用了 HS3、FX3 这种低像素传感器的设计，仅只比过去多了400万像素。这种传感器其实乍一看是有点反直觉的，如果不是从业者，消费用户乍一听它比手机、比 Pocket， 甚至比我们家门锁的像素都要低很多很多。为什么？那其实只要看一个画面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不同设备每颗像素大小的差异。这是 iPhone， 这是 Pocket 4，这是索尼 A7R6， 这是 FX5。 相比之下，你能看到 FX5 它单颗像素到底有多大，它单颗像素接收到的光会远远多于其他相机。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它有难以置信的夜景视频能力，还有非常尴尬的拍照性能，因为它像素真的太少了。索尼很清楚这一点，所以 FX5 没有快门连结构，同时彻底砍掉了拍照的功能，它就是不能拍照，它就是一台完全专精视频的相机。但正如你所见， FX5 没有快门连结构，而且没有视频行业最需要的 ND 滤镜。如果它配备了这个内置的结构，我对它的评价真的会高非常多。目前在我眼里，它还是一台微单，只是一台视频画质非常出众的微单。那 FX5 它拥有的不仅仅是大的像素，它同时配备了3原生 ISO， 它有800、4000和12800这3个原生 ISO。无论在哪一档，它都能有近似信噪比的画面。那说人话的话，就是它几乎在任何场景都能给你提供无比干净的画面。这相比 FX3 这种只有800还有12800这2档跨度很大的 ISO 要易用得多得多。我们本以为在 ISO 12800的情况之下， FX3 仍然应该是索尼的夜景之王，因为它单颗像素比 FX5 还要大一些。但是6年过去了，科技也进步了。我们问了索尼，他们对 FX5 的定位是第2代的索尼的 Cine Alta 系列电影机。索尼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把新的夜景之王的皇冠放在 FX5 的头上。
那因为 FX5 不是全域快门，所以它仍然有一些果冻效应，但是非常之少。在 5K 60帧格式之下，它的读出速度是9毫秒，这在全画幅相机里面就是最优秀的那一档，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讲到这里，你不难发现 FX5 这台设备它独特的地方，它有着极少的像素，它有着极高的读出速度，它有着一块全新的处理器来辅佐这个传感器，还有高速的存储，所有的管线都在为高帧率做准备，所以它拍摄的帧率注定就是夸张的。FX5 能够实现 4K 240帧和 5K 120帧的内录。那虽说 4K 240帧目前的固件还没有开放，我们接下来只能给你放 5K 120帧的样片。但是索尼留了一个小的彩蛋，在它的菜单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叫做3:2 Open Gate 片门全开的选项，哪怕在 5K 120帧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可以启用它。你可以使用这块传感器所有的像素，来获得难忘的画面。过去很多微单厂商设备虽然有 6K、7K 的 Open Gate， 但是录制帧率只有30帧，哪怕是松下这种比较大方的厂商也只有60帧。索尼一直以来都没有给他们的设备加上 Open Gate， 但这一次直接给出了 5K 120帧的 Open Gate， 这种王炸塞进了这么小的一台机身里面，你既能保留3:2的原生的画幅比例来适应多种平台用户分发的需求，也能够转接更多比例的变形宽银幕镜头，来实现这种独特的焦外还有拉丝的光晕。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格式有着最高4倍的慢动作，而且没有任何画面的裁切，画质也和 5K 60帧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你在任何场景使用这个规格，哪怕是暗光，也几乎不会有明显的画质损失。那虽然这个规格之下你没法同时记录音频，但这也算得上是我见过所有微单里面最震撼的录制规格之一。但是 FX5 即便有全画幅 5K 的分辨率，它所呈现的画面，你要我打心底里说，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锐利的画面。你拿来和 4.2K 超采样的 FX3 对比的话，其实两者的锐度表现真的还挺近似的。而 S35 模式拍摄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很在意的一点，毕竟能够获得更长的视角，也能兼顾更多便宜好用的半画幅镜头。但是 FX5 的 S35 模式在这里会有些缺陷，它最高只能支持 3.2K 超采的 1080P， 而像 A7M5 这样的相机 S35 模式能够支持到 4K。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锐度的话，那 A7M5 它有 7K 的超采样，你也能够轻松的看出它们锐度的差异。FX5 在索尼官方的宣传中有15档左右的动态范围，以我们标准测试的话，常规模式下可用的档位大约在13档左右。那在今天动态范围这个标准其实已经被厂商们玩坏了，有的会说有21档，有的说有19档，只要机内开了降噪，它的结果就会显得很好。但是索尼说我们测试产品的时候请不要开降噪，取最低的数值作为基准，所以这是我们得出13档的原因。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挺佩服他们的，但凡只要加上一点点降噪， FX5 的数据都会要好看很多。那从直观的画面上来看， FX5 的明暗过渡非常自然，但是客观来讲和 FX3 比的话，动态范围上乍一看是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的。但是它有一个新的能力，这是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一点，即便它有着强大的夜景能力，有了3原生 ISO， 但是同时它具备了一种叫做 DGO 双增益的设计。如果你听说过的话，应该知道最早在松下摄影机上它存在这个技术，但是 FX5 现在也有了它。简单来说，当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你会有一些缺陷，但是你的画面暗部会变得更加纯净，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你所得到的画面质感都会更好。而且对于动态范围的提升是巨大的，我们观测到了 1.5 档左右的动态范围提升，这非常离谱。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开启这个模式之后，部分高规格不能使用，最高 ISO 也只能到6400，并且最重要的是果冻效应也会变得更严重，读出速度这时候会上升到18毫秒左右，所以我们一般只会在个别极限环境之下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说 FX5 只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功能的话，我真的觉得它不值得我们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它也只能算是一个小的换代。
但是它能够内录 RAW 视频，它能够实现内录，这是索尼微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录制规格，而且它具备的 RAW 叫做 XOCN， 它的色深是16比特，这个录制规格是过去索尼最顶级的电影机 Cine Alta 系列会提供的功能。它虽然名字里面没有 RAW 的字眼，但是如果你用它拍摄素材，你可以做到这样：你色温偏了，你拉动滑杆；你欠爆了，你拉动滑杆；色调不对，拉动滑杆。过去是灾难性的拍摄错误，在 XOCN 这个格式面前，你都有回旋的余地，只要你对上焦，你都有操作的空间。那拍 RAW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甚至比正常的视频更简单。你在原生 ISO 里面选择一个合适的，对焦、调整光圈、确认、录制。它提供的操作空间和 H264 和265编码完全不同，它的暗部、它的高光，你可以控制它的一切。你要胶片模拟，你要色彩映射，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实现。XOCN 在我看来几乎不存在明显的缺点，你不需要代理，你不需要附加处理，你只需要硬盘。但是说到硬盘，这个缺点就出现了。过去索尼 XOCN 是一个专业的格式，存储对于一个大的剧组来说当然不算什么成本，所以哪怕你用最小的传统的 XOCN LT 格式来录制 5K 60帧1个小时，会需要你700 GB 左右的存储空间，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数据量。那 FX5 即便拥有双 CFA 卡槽，同时兼容 SD 卡，但不管你选择哪一种存储，这就意味着你后期存储卡、移动硬盘、阵列，你都要去升级它，这真的太贵了。那索尼不笨，他们知道加上一个看着美好作为噱头的 RAW 没有意义，所以在 FX5 的 XOCN 菜单里面，你会看到2个新的模式 C1 还有 C2。我们没有必要细究它的各项指标，但是简单来说，它们都是 RAW， 它们都是16比特。它的画质和 XOCN LT 在视觉上看不出差异，它的回放很丝滑，但它的数据量和索尼的 XAVC SI 几乎是一致的。那至此，所有拍摄 RAW 的障碍在 FX5 上面几乎都被扫平了。在这个充满 AI 生成的时代里面，喜欢实拍视频的人现在有了更好的记录真实世界的手段。FX5 的录制规格说到底真的有些太多了，所以我们列了一张参数表格，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让我们推荐的话，其实拍摄 XAVC 的 5K 超彩的 4K 60帧是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但是我也可以明确的表示，如果你要同时拍摄 XOCN 和 XAVC 的话，你的使用体验会非常的麻烦。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 OpenGate 片门全开，你只能拍摄 XOCN 这个文件体积比较大的编码，目前固件下还拍不了索尼给你准备的10比特 XAVC 的编码规格，而且你切换 XOCN 和 XAVC 2种编码的时候，它需要进行重启，这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你也不能够同时回放这2种编码的素材，甚至不同项目帧率的素材也没有办法回放，因为它们被存放在了不同的文件夹里，并且不能分开设置文件的命名规则，这搞混的风险会大大上升。所以我真的挺希望索尼未来能够修复一下它的录制规格的逻辑，会易用很多很多。其实单看 FX5 的机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它和 FX3 长得有点太像。我可以说它比 FX3 会变得更重和更厚一点，握把也变大了一点，握起来更舒服一些。但这些只是远远看它能够得出的结论。当你把目光放得更近，你其实会感觉到索尼在 FX5 的机身之上改变了太多。FX5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这块屏幕，索尼总算抛弃了 FX3 上这块祖传的屏幕，换上这一块3.5寸16比9比例270万画点的4项翻转翻折屏。那这块屏幕基本上就是索尼微单里面目前拥有最大的屏幕了。那可能我要抱怨的唯一一点就是这个屏幕的黑边还是有点大，尤其是拍摄 OpenGate 的时候，
你会看到屏幕左右巨大的黑边。那虽说可以通过关闭菜单的信息显示让预览画面大上一圈，但是当你看过像尼康 ZR 这样的屏幕之后再看它，你实在没有办法说它是一块特别震撼的屏幕，并且屏幕的转轴，你要我说还是有一点这种松垮的感觉，没有这么结实。但是 FX5 机身上别的改变，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你可以在机身左侧看到全尺寸的 HDMI 双 C 口，裸露在外面的耳机和麦克风接口，还有一个新的网线接口，对于像我们荒岛直播这样的场景非常实用。而且索尼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C 口转接石码接口的转接件，所以在接口方面，这台相机基本上你需要的它都配备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那除此以外，它的机身底部现在有了2个1/4的螺口，快装板也不再会滑丝了，这意味着 FX5 是一台你几乎不需要涂龙也能够用得特别舒服的相机。那这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FX5 的机身顶部还有着这么一个新的小盖子，你打开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接口。那它所等待的是这个独特的配件，一个专门为它设计的取景器模块，别的相机目前还都用不了。它的取景器素质真的很不错，它高亮高帧率，并且支持翻折使用，而且用手就可以拧紧这个螺丝。那拍摄视频很重要的一点是3点支撑，所以如果你喜欢用取景器，那 FX5 真的不会让你失望。你可以用它作为支点来实现极其稳定的画面。那这个机身有没有缺点？我觉得必定是有的，没有东西是完美的。FX5 的屏幕因为变大了，所以它现在机身背面已经没有空间来放索尼以前非常好用的4响波轮了。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FX5 的快捷键数量明显变少了，也只有2个波轮来进行参数的调节。那甚至这2个波轮都不能拿来自定义为调节快门，所以操作方面少了很多自由度。那虽然机身顶部的波轮变成了和索尼 Cine Alta B 类似的这种可按压的形态，但是目前我们用下来的直观感受就是调参效率真的没有这么高。索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 FX5 用上了自家 Cine Alta 系列电影机的同款菜单，还有交互逻辑。那这个菜单里面你能够调整很多自定义参数，能调的东西真的有点太多了。光是曝光的辅助工具就有好几种，不管是波形图、矢量图，甚至伪色，连这个索尼也给它加上了。但最终说到底，我会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菜单，它有着非常多的层级，你不管短按还是长按，你进入的菜单都是不一样的。你点击 Home 和 User 又有这2个完全不同的菜单，所以这使得你在第一次接触这台相机的时候有着非常深的学习成本，至少和过去所有的 Alpha 相机完全不同。只有经过几天的学习之后，你才能够得到比较明确的正反馈。有一个正反馈很明显的地方是 FX5 的颜色，它和以前的那些微单真的不一样，它继承了 Cine Alta 电影机的色彩科学。在这一切的加持之下，配上当今可以说是最成熟的一卡口生态，你能接上的镜头真的太多了，这是一卡口最独特的一点，真的是什么奇怪的镜头都有，这也会使得你能够拍到的视角难以想象。It's just the beginning. We'll chase the sky, watch us shine. It's in our eyes, burning bright. It's just the beginning. 自动对焦索尼一直做得很好，我也不用讲太多。那 FX5 因为有了全新的 Beyond Z XR2 处理器，它的自动对焦算得上是电影机里面的佼佼者，并且有着多种的 AI 主体识别，不管是人物还有动物，只要能识别到，它就不会有太多丢焦的风险。但是我们用下来的体感就是，它的这套电影级的对焦系统其实没有微单系统好用。它也不是说对不上，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在对焦小的主体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准。比如眼睛，你会看到它有些纠结，前后推拉运镜的时候，焦点也有概率会来回抽搐。这和索尼 A93 的对焦性能是有差别的，你得有这个预期。而且主体识别选择里面目前只有人、动物还有鸟，反而没有别的微单里面的汽车、飞机还有火车这些主体。我是真的希望索尼能够改进一下它的自动对焦逻辑，专业线现在反而会不如名品线一些。如果能改进的话，它用起来会舒服很多。那防抖是我没有想到索尼会大幅度更改的地方，但这次 FX5 有了中心最高 8.5 级的机身防抖，作为对比 FX3 只有 5.5 级。那么实际用下来感觉就是它的防抖水平类似于过去索尼相机开启增强防抖的效果，小范围的手持运镜会特别稳定，
但是手持跟拍，你还是得开启这个新的动态防抖功能，才能拍出比较稳定的画面。同时在使用广角镜头自拍的时候，这种防抖导致的边缘垃圾现象也依然存在，这点没有被规避。但是索尼这次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服务，你可以购买一台 FX5，然后把相机寄回给索尼，他们会帮你拆掉 FX5 的防抖结构，再帮你把传感器锁死。这样你在挂载无人机或者别的拍摄场景之下，你可以避免传感器共振产生扭曲的画面。这个服务应该是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东西，也许有人会需要。那除了全新的防抖结构以外， FX5 机身上也装了一块全新的风扇，我们在各种拍摄环境下都测试了，它都没有出现过热。别的相机我们会花很多的篇幅来讲它的过热环境还有过热内容，但 FX5 真的就是一句话讲过去了，它不过热。FX5 用上的电池也是新的，它有一块叫做 NP-SA100 的电池，目前只有它和索尼 A7R6 在用它。它的价格真的很夸张，这么一块电池，官方要卖780元，我觉得索尼还不如直接抢钱得了。同样的钱，我们可以买这么多充电宝。但是实话说，这个电池确实比 FZ100 强了很多，容量上升了 4.48 瓦时，到了 20.9 瓦时。在我们测试之下，一张 1TB CFA 卡持续录制了1小时14分钟的 XOS NLT 的 OpenGate 5K 60帧的视频，直到卡录满，电量还剩 38%。然后我们又测试了 XAVC SI 的16:9 5K 超彩的 4K 60帧，一共录制了2个半小时，电池才没电，算得上是我们测过这种体积相机里面续航最强的一档。并且这块电池还支持23瓦左右的快充，落到实际拍摄之中，我们一天只需要2块这样的电池，就能满足我们全部的需求。所以看下来，这次索尼似乎卯足了劲要把这些年沉淀的所有东西都放到 FX5 上面。它的音频这次也有一个意外的升级， FX5 它支持32比特的浮点音频录制，这意味着你在后期收音几乎是不会爆掉的，有很大的恢复空间。只是这个功能需要你加上这个新的 XR 音频手柄才能够实现，这个手柄它要卖你4000块钱。虽说多了一些功能，它有着 3.5 毫米的输入，但肯定不值这个钱。而且最糟糕的是，它的防震架依然是这样的莫名其妙，大多数行业里面的麦克风都没办法直接装上去。所以我们公司的解法是 3D 打印了一个模块，你拆掉原来的防震架，再装上这样一个优质的防震架，这样会用起来舒服得多得多。那我个人最喜欢的麦克风是这个，这是森海塞尔的8050麦克风， Lynx 用的也是它，这不是广告，只是我们都用它，因为它够小够轻，结合 FX5 的手柄，这套系统能让你录出一些难以置信的音频。那讲到这里，这个视频其实差不多也到了尾声。这类评测视频的受众一直很小，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视频，最终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播放量。但天底下能有多少知音呢？我觉得只有喜欢影像的人才能知道为什么这台相机会让人这么兴奋。但我希望这个视频能让看到这里的你知道，其实影视飓风一直都还在，只是我们和你一样，在等待着像这样的设备的出现。FX5 这个设备，其实我们能讲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它就是一台让我们能抱怨的非常少的设备，也是目前最接近我心中完美摄影机的存在。当然，最大的遗憾，我相信你也知道，就是它没有内置 ND。如果它有的话，哪怕机身做的厚一点，我真的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缺点了。但是索尼说了 ，FX5 是他们影像宏图的第2阶段的第1款产品，接下来几年会有很多超出预期的选手出现。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希望这个视频让你看到一些过去的我们，还有你自己。那下一次这样的视频是什么时候呢？